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蒜。在南欧地中海沿岸坐落的3个主要的半岛，而除了巴尔干半岛是以希腊语为主之外，另外2个半岛伊比利半岛与意大利半岛则分别以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为主。顺带一提，希腊语作为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使用跟欧洲其他语言完全不同的书写系统，而且希腊语也跟其他欧洲语言之间几乎没有比较亲近的关系。但希腊语却并非跟巴斯克语一样属于孤立语言，而是被归类在印欧语系希腊语族。希腊隔壁的阿尔巴尼亚所通行的阿尔巴尼亚语也是一样的状况，阿尔巴尼亚语被归类在印欧语系阿尔巴尼亚语族。巧妙的是，希腊语跟阿尔巴尼亚语在欧洲明明非常的与众不同，几乎没有语言跟这2门语言有关系，但却又不是孤立语言，因为这2门语言在印欧语系这个大家族底下，所以可以解释为这2门语言虽然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但却有远房亲戚。毕竟印欧语系的范围挺广袤的。我们说回来这部影片的主题，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同属罗曼语族。有看过我前阵有关于法语的影片的观众应该就知道，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都属于罗曼语族。这些语言都是从拉丁语演化而来的。所以如果你有先学过西班牙语的话，那你在学习意大利语的时候应该就会轻松许多。除了法语比较特殊之外，其他4种之间都有很高的相似性，尤其是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这2门语言的语速都特别飞快，而且都存在非常响亮的弹舌音。对于非母语者来说，乍听之下其实非常相似。其实这2门语言还要再加上罗马尼亚语，但因为罗马尼亚位处东欧，距离其他罗曼语族国家来说太过遥远，加上语法也相对复杂，因此这部影片就姑且不讲罗马尼亚语。这边先跟我的罗马尼亚观众道个歉。今天的影片主题是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异为何。我们先来看看西班牙语的语言学知识。西班牙语的使用人数庞大，大约5亿多人，是仅次于中文跟英文的第3大语言。目前最大的西语国家是位在美洲的墨西哥。由于地球上总共有20几个西语国家，这些西语国家之间的西语在口音以及用词上皆有差异，因此这部影片会以西班牙本地的西语为主，毕竟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语的发源地。这边先卖个关子，就是我之后可能会发布比较不同西语国家之间的西语究竟有何差异的影片。而我总共挑选了4个有代表性的西语国家，其中2个在刚刚已经讲到了，剩下2个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哪里。那我们回来影片主题，正如刚刚所述，西班牙语除了在西班牙通行之外，在中南美洲也是主要通用语言，但不包含巴西，因为巴西的官方语言就是葡萄牙语。有鉴于西班牙语其庞大的使用人口，因此西班牙语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语言。如果你同时通晓中文、英文与西文的话，那你至少已经可以跟地球上超过1/3的人沟通了。也因为地理位置相近的缘故，使得美国的第2大语言为西班牙语。再来我们看到意大利语，意大利语在全球的使用人数约莫为6700万人，主要通行于意大利、圣马力诺、瑞士，还有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梵蒂冈。意大利除了可以借由发音与文字作为载体表现出来之外，还有意大利人讲话的手势，也是构成意大利语在表达上不可或缺的元素。意大利语常用的手势超过250种，当中最知名的应该就是当意大利人看到或听到令自己困惑的事情时，会将5指朝上并拢，并上下轻微晃动。这是最经典的意大利手势，也是大多数外国人刻板印象当中的意大利人绝对会做出的手势。另外还有嘴巴在轻稳并拢的5指指尖后向外甩开，且甩开的过程当中，指尖还要顺势张开，就像开花一样。这是意大利人表达对一件事物的赞赏的手势。还有将手背放在下巴边缘并往外刷，这是意大利人表达不屑的手势。碍于影片篇幅有限，这边可能无法讲更多有关于意大利人手势的部分。如果有来自意大利的观众，也可以顺便在留言区补充你最常用哪些手势。介绍完这2门语言之后，我们现在要好好探讨一下这2门语言之间究竟有何不同。首先是在书写上，西班牙文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字母，那就是 ñ， 这个读音在意大利文会被写成 ñ。此外，有别于其他语言，西班牙文的惊叹号跟问号则是在一段句子的首尾各一个，而且句首惊叹号跟问号还会颠倒，这是西班牙文最明显的特征。最后就听觉的部分，西班牙跟意大利语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西班牙语当中，子音是可以被放在字尾的，这点正如同其他欧洲语言一样。而且西班牙语还有个很强烈的喉音，来自于后达这个字母，加上西班牙语的音节比较多，所以西班牙语听起来会比较短促且快速。
Canadá tiene un plan para hacer frente a Donald Trump en un nuevo orden mundial. Lo presentó ayer en Davos su primer ministro, levantando entre aplausos a la sala un discurso que ha dado la vuelta al mundo, alabado por su claridad. De eso va, dijo Mark Carney, de tener la honestidad para aceptar y ver el mundo tal y como es ahora. Su propuesta, algo así como un realismo basado en valores.而意大利语几乎不存在子音结尾的单字，因此每个结尾音几乎都是母音，这让意大利语的每个音节听起来都相当饱满圆润。而且意大利语还有个非常核心的特征，要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是重音，因此这样意大利语听起来更具有韵律感，所以意大利语也被称为歌剧的语言，而不是跟西班牙语听起来跟机关枪一样。意大利语在速度与节奏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点。Buongiorno e benvenuti alla prima edizione del telegiornale della 7. Dunque sarebbe stata trovata una bozza di accordo per quanto riguarda la Groenlandia, lo ha annunciato lo stesso Trump dopo un incontro che ha avuto con il segretario della NATO Rutte, dicendo appunto, sottolineando anche che non verranno imposti i dazi. Poco prima, ieri pomeriggio, intorno alle 14. 那以上就是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之间要如何分辨的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你是在学习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的观众，也可以在影片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如果喜欢我片，记得订阅、分享，和大家再见，拜拜。